大家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人海子用相当质朴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何其幸福的场景出来。这场景跟刚刚野蛮杀青的赵丽颖的场景又奇妙的重叠了。王一博的幸福也是又远又近，似雾似花，因为高处不胜寒的现实总是超出了所有常人的脑洞和想象。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3月12号，赵丽颖的剧迷们变得格外的激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野蛮生长终于杀青了。赵丽颖还专门为此发文说：“不负心中所梦，不枉时代垂青。”这种小文青的格调，立马呼之欲出，格外的引人注目了。该剧于去年10月份迟迟的开机了，至今一晃也有5个多月了。对比之前的各种千呼万唤、一波惊喜、造反风波、资源卡位以及 CP 路透等等，新闻我也是费尽了自己的口舌，全情的跟进了。所有的各种的酸甜苦辣都值得大家伙自行的回顾，也值得大家伙会心一笑的。无论如何，能野蛮开冬，能加班加点，能提前完工，都是幸事一桩来的。和幸福加许半夏，算是今年赵丽颖全力冲奖、实力转型的2大保险了，或者说敲门砖了。相比王炸姐姐的幸福期待，王炸弟弟王一博的敲门砖似乎更多一些，而且党媒力挺、国家背书的光环也更多一些。然而呢，人站得越高，风就会吹得越大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无需赘述。新闻我其实已经是聊过的了。年初以来，王一博的私生活已经被人频繁的举报了，虽然这些空穴来风最终都被成功的压了下去，然而呢，中国的内娱圈自从去年吴亚千的事情连串的延烧、社死、收场之后，当局已经开始祭出严防死守、严控狠抓、但查就死的高压的政策出来了。鉴于对家的多番的举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权力机构已经开始被动的进入到了监控的环节当中去了。也就是说，为了验证所谓的举报是否真实可信，有关的单位已经正式启动人盯人的方式，严密关注王一博的一举一动了。众所周知的，去年的暴雷可谓是个个都是前车之鉴了。所以呢，一旦落下了口实，抓住了把柄的话，社会主义铁拳分分钟都会瞬间砸下，毫不容情。只能说，开年以来突然之间迅猛的王一博一路的高歌猛进、爆表狂潮，确确实实的挡了一些人的财路了。现在各种的羡慕嫉妒恨已经明晃晃的集结在了一块儿了，而且这些人都怀揣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只为了达成结果相同的一件事儿。要知道，在中国，阴谋论满满的举报门槛其实并不高，即便空穴来风，当局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的。前提就是多人多次举报，社会影响较大，性质比较严重的。相关的例子嘛，新闻我就不在这里举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当局通常只会暗中的调查，以免打草惊蛇。一则是为了保护举报主体不被波及，二则是为了保护被举报人的名声暂时不受影响。当然了，如果最终确定有人的确触碰了雷区，那就从重从快了，一锤定音了。这的确是有些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专门的特色来的。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这种被动其实跟王一博背后的团队有着莫大的关系的。这一点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我已经提醒过无数次的了，也无奈过无数回的了。赵丽颖的团队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都是老人老面孔，缺乏新人新思路。这新闻我也是深入探讨过的了。这其实对于顶流艺人而言，的确属于一种永恒的两难的难题。毕竟大家伙都是曾经将心比心、重情重义的人，即便工作能力、粉运能力已经明显跟不上这瞬息万变的圈内形势。比方说赵丽颖的工作室为赵丽颖的政治杀青配了这样的一段文，您来听听看。这段文说：走南闯北，从深秋到寒冬，时间暂停在5个月后的春日。说到这，新闻我真的是不想多说，不想置评了。这么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继往开来召唤流量的大日子里面，就这么样的一个毫无感情的一笔带过了。说实在的，顶流的身后应该是超强的运作，应该是精英的组合。新闻我只看到了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大写的寂寞出来。再看看赵丽颖粉丝团的每天的日常，我同样是看到了大写的可惜出来。可以说，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每天都有正能量发生，每天都有汗水的浇筑，这些其实都是记录美好、激扬人生的点点滴滴来。对于云飞数以千万计的粉丝而言，这种积极正面的超级影响力，真的是无远弗届的那一种。然而呢，大家伙都已经看到了，黑粉的带风向、带节奏可谓无处不在，甚至现在黑粉们的举报都已经万箭悬上，山崩地裂，呼啸而来的了。而此时此刻，王一博的老东家，也就是那个乐华，您猜他在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的乐华实在是很忙，忙的倒不是去帮一帮王一博，而是去利用好王一博的剩余价值。这或许一向就是杜华的务实做派了，也就是4个字的完美的总结了，即全盘考量。其一，自从某位大号资源咖投靠了乐华之后，跟相关的资本大佬愉快地签署了一份对赌的协议。于是乎，凡是王一博所挑剩的资源，资本都会率先的推给这位背景雄厚的资源咖。其二，扶不上墙的那个孟美岐还要继续的去帮扶，因为资本投入都要回笼的，即便加码也在所不惜。当孟美岐的《我心飞扬》的票房
最终成为了众人口中的那个笑话之后，短期之内，杜华其实还想帮孟美岐去搞到靠谱一些的影视资源，再试一把。结果呢，这想法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毕竟项目方现在都知道了，再找孟美岐去拍戏的话，无异于是往水里面扔钱的，而且还是完完全全听不到响的那一种。于是乎，短期之内，杜华已经打算自己垫资再赌一把孟美岐的了。捷径就是那个宝贵的王一博了。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孟美岐出歌。这样的话，不仅花钱不多，还能够容易固粉和稳定曝光。大招就是为了去彻底消弭那些坚决不买账孟美岐的声音，乐华这次打算直上王一博了，让王一博在孟美岐的新歌当中出镜就行了。这招绝对是万试万灵。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就连高大上的党媒官媒也特别喜欢捆绑王一博的这个大招。感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所以说，只要王一博在孟美岐的新歌当中亲身出镜了，那么王一博数以千万计的铁杆的粉丝们、摩托姐姐们，自然而然的会蜂拥而至的，会成为义务帮扶孟美岐安利的主力军的了。所谓近水楼台总得月，这一招说白了，先我不服不行。就算摩托姐姐们心里面10万分个不爽，流量和行动却是诚实的。而这份源自身体的诚实，完完全全的源自于粉丝们的由衷的热爱和死忠。例如赵领的铁杆粉丝们已经用心记录下来了赵领的每一个的角色，每一个的成长，每一步的足迹。比方说许半夏是赵领第多少个角色呢？这个问题您有答案吗？先我是真的没有彻底的留意到的。然而呢，有人却留意到了，而且还是个特别吉祥的数字来的。野蛮生长的杀青的当天，铁粉们就一拥而上，齐齐恭祝赵领喜迎人生第50个角色了。说到这，新闻我真的是有些感触和感动了。许多人生的点滴，就算当事人其实也肯定会不以为意，不会察觉的。然而呢，爱他的人用无穷无尽的爱堆积起来了一座守护的城堡，一处精神的家园。老实说，这些真爱就是为赵丽颖挡风遮雨的最强的盾牌了，就是最美的高台了。也正是这种真爱的守护，让王一博也显得底气十足了。他似乎已经直接拒绝了乐华关于帮扶孟美岐的美意了。一则因为王一博和孟美岐本身就自带了挥之不去的山野绯闻，而这个绯闻呢，始作俑者不言而喻的了。二则大主光环下的王一博为了帮扶小妹去做过无辜的背景板，这对于他自己完完全全无益之余，只会平白的惹上了一身骚出来。因此现在不管乐华怎么去施压，王一博这边还是不肯去淌这浑水的。
于是乎，几轮的拉拉扯扯下来，乐华、杜华、王一博、孟美岐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微妙了。相比这个人家屋檐下的王一博，赵丽颖还是相对轻松一些的。在赵丽颖这次的杀青照当中，大家伙就能够一窥端倪了。在新闻我的眼里，赵丽颖2张的杀青照都拍得很有味道，很吸引眼球。一张是许半夏穿越庐山的荒凉，极目远处的大海的背影，另外一张则是许半夏全黑装扮的打伞的造型，背景就是他奋斗过的地方。前一张可算是走出旧日蛮荒，走向无形天地的寓意写照了。后一张更加的直白了，通过黑白交影的强烈的对比，那一种悲起风雨、无畏挑战的淡定，便是我的幸福和我的信仰了。可以说，《野蛮生长》里面这个许半夏的角色就是赵丽颖本尊了，因为两者都是坚韧、顽强、有血、有泪、有真实，而且永不服输的女强人的化身。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呢？单单从赵丽颖的这张打伞造型的杀青照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拍摄过程当中的一张工作照片来的。因为赵丽颖的眼神好绝，好有戏。对比之前路透出来的那些黑长直的造型，这一张烫卷发的造型让许半夏的人物穿透感好真、好强、好有 feel。说实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美丽、色彩、能量和宝贝。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反而是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鼓舞人心的语言。2022年是赵丽颖异常关键的一年，而赵丽颖在2022年的这次杀青，注定也有着很多很多的话可以去说，跟粉丝们去说。然而呢，赵丽颖的团队却没有说，或许是因为不会说，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惜。对比赵丽颖 2.0 的团队，新闻我只能说真的是差天同地，一言难尽。另外一边厢，不少人都说王一博的团队很懂得粉运，也就是说粉丝运营，而且粉运的也算是最成功的那一种了。对于这种眼神，让新闻我也真的是哑口无言的了。团队粉运如果真的是那么成功的话，王一博的黑粉们也绝对不会如此的猖狂，如此的蹬鼻子上脸了。现在已经开始从海量抹黑的操作迅猛升高到了海量举报的夸张的地步。王一博的一些国内大粉现在依旧是后知后觉，甚至可以说是未知未觉。这些大粉安利的方向居然还是拼命的加温，可劲儿的跟风，即便现在的风向是国家级的风向，所有大粉们的言论都是明晃晃的，带着盲听盲从、不成熟的底调的，甚至还很傻彪。有些人更是经常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种的团队，这种的粉运，实在是看